在中国的顶尖实验室里，冰箱是国产的，其他几乎全是进口的。这是何等的讽刺！在一个自称要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，最关键的科学仪器却几乎全靠进口。扫描电镜、透射电镜、质谱仪、色谱仪、光谱仪，凡是能决定科研上限的东西，中国人几乎自己造不出来。数据显示，高端科学仪器国产化率不足20%，换句话说，每10台设备里有8台是外国货。这一幕比任何一句口号都刺眼。科学仪器被称为科学家的眼睛，没有他们，科学家就像是蒙着眼睛做实验。但问题是，这双眼睛中国人没能掌握。根据仪器信息网2024年发布的数据，中国42家上市仪器公司市值合计只有6265亿元，而美国一家赛默菲的市值就高达1.1万亿人民币，差距是4674亿。更残酷的是，2024年全球上市仪器公司营收排行前10的企业9家来自美国。这不是差距，这是碾压。在冷冻透射电镜和扫描电镜领域，中国甚至一家合格的厂商都没有。科技部早就承认，这2项赫然在35项卡脖子技术名单里。冷冻透射电镜的厂商，全球只有3家：日本电子、日立、赛默菲。中国0。每年国内买走几百台扫描电镜，但90%以上来自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。国产的只能挤在5%到10%的可怜市场份额里。一句话，中国的科研大脑靠的全是外国的显微镜和检测仪器。烙饼师傅这几年最爱喊的一句话，就是核心技术要自主可控。可是现实呢？国产化几乎是空谈。实验室最常见的电子天平、核心电磁力传感器长期依赖瑞士梅特勒的专利，质谱仪的核心部件4级干质量分析器，加工精度要达到微米级，中国在这个领域长期一片空白。高效液相色谱仪的高压泵系统，90%的市场被美国安捷伦和日本岛津牢牢掌握，冷冻透射电镜更是全军覆没，美国赛默菲一家独大。至于生物科研用的试剂，国产化率只有10%，其余90%被赛默菲、Bio-Rad 等美国公司垄断。连一次性塑料培养皿的高分子材料，进口依赖度都高达85%。别说高端，连耗材都做不出来。如果说芯片被卡脖子已经让中国人心惊胆战，那么科学仪器的困境更像是一记重拳，直击中国科研的心脏。这才是最残酷的对比。国信证券今年3月的研报显示，全球科学仪器研发和生产集中在美、欧、日3地。美国赛默菲、丹纳赫、安捷伦；欧洲蔡司、梅特勒托利多、艾本德；日本岛津、日立、日本电子。全球 Top 20的科学仪器厂商名单上，美国占8家，日本占5家，德国和瑞士各3家，英国1家。中国一个都没有。而中国的42家上市科学仪器公司，市值普遍只有10亿到80亿之间，绝大多数不足50亿。放在国际舞台上，完全是小作坊的存在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喊着科技强国的国家，却连 Top 20都挤不进去。更可怕的是，外国企业不仅掌控设备，还掌控耗材和软件。根据智通财经2024年的数据，国外巨头垄断了80%到90%的高端科学仪器市场，中低端市场也垄断了70%。质谱仪，2023年全球市场中，安捷伦占20%，SciX 占22%，赛默菲占17%，布鲁克占16%，沃特氏占13%，岛津占8%，中国企业加起来才4%。
光谱仪。2024年，中国市场中标的前7名全是外国品牌，赛默菲、日本爵场、德国布鲁克、英国爱丁堡，中国排名最高的企业只能排到第9。色谱仪，中国市场前4名也全是外国，安捷伦31%，岛金19%，赛默菲16%，沃特氏10%。中国品牌只有可怜的1%到3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科学家每天做实验都必须依赖外国货，意味着中国高校、研究所每年花出去的数百亿科研经费，绝大部分流进了外国公司的口袋。而更扎心的是，这些外国公司一旦被政府勒令断供，中国实验室立刻就会陷入瘫痪。国产科学仪器为什么这么惨？根源在于4大差距。第一，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差距。传感器、芯片、泵阀、光栅、激光器、高精度电机全靠进口，没有这些核心部件，国产仪器就是空壳。第二，研发体系差距。仪器研发要以物理、化学、材料等基础学科为底子，但中国企业急功近利，追求短平快的仿制开发，缺乏原创性。专利被国外巨头布满陷阱，一不小心就是侵权。第三，产品性能差距。无论是透射电镜、扫描电镜，还是高端质谱仪，国产的精度、灵敏度和稳定性，统统被国际品牌甩开几个身位。第四，产业链和生态差距。从上游的特种材料到高精度加工，再到下游的数据处理软件，中国都不行。哪怕买来一台国产仪器，配套的算法和解析软件还是要靠外国。一句话，差距是系统性的，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。芯片至少还有华为、中芯国际这样的明星企业在撑场面，但在科学仪器领域，中国连明星都没有。科研人员无奈地说，实验室里除了冰箱是国产的，其他全是进口的。这话听上去像是冷笑话，但却是赤裸裸的现实。而这现实注定让中国的科技强国梦像泡影一样随时破碎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国家喊了这么多年科技自立自强，为什么科学仪器还停留在买的水平？原因很残酷。第一，制度扭曲。在中国，科研评价体系的核心是论文导向，发多少篇赛，能不能拿到经费，能不能升职评奖，全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。这就导致大部分科研人员更愿意花钱买外国仪器做实验，赶紧出结果发论文。谁还愿意花10年磨一剑去研究一台笨重的扫描电镜？于是国家砸下的科研经费越来越多流向外国厂商。你买了一台赛默菲的质谱仪，配套的耗材、试剂、维护服务全都得跟着买，一年花的钱比仪器本身还多。结果就是科研经费源源不断为外国公司打工。第二，企业太小。2025年，中国42家上市仪器公司总市值普遍不足50亿人民币，而对比国外，赛默菲市值超过1.1万亿，丹纳赫近万亿，安捷伦数千亿。这种规模差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企业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长期研发里。科学仪器是一个极度烧钱的行业，一台透射电镜的研发可能要几十年，动辄几十亿投入。中国的小公司根本玩不起。第三，基础学科积弱。科学仪器的灵魂不是外壳，而是基础学科的厚度。光学、材料学、精密制造、控制算法，这些东西需要几十年、上百年的积累。但在中国，这些学科一直被忽视。工科学生宁愿去卷互联网、金融，基础研究既苦又穷。结果是，造仪器最关键的零部件——高精度陶瓷、光学玻璃、激光器，
中国几乎都得靠进口。第四，被动依赖形成恶性循环。当外国仪器已经垄断市场，中国的实验室和企业就被绑死了。你要发表论文，就得用国际认可的设备；你要申请项目，就得跑通外国厂商的通道。久而久之，国产仪器连试用机会都没有，这就是一个死亡循环。买进口，继续依赖，没有机会，更依赖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中国有钱，进口就行。问题是，现在全球科技竞争已经进入零和博弈。美国早就把高端科学仪器纳入出口管制名单，比如冷冻透射电镜，美国政府明确要求对中国出口要严格审批，尤其涉及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研究的，一律严格审查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，中国连花钱买都买不到。别忘了，芯片就是前车之鉴。ASML 光刻机，美国一句话就卡住了中国，华为差点被掐死。而科学仪器更惨，因为这个领域压根就没有国产备胎。到时候会出现什么局面？高校的实验室没法继续做研究，医药企业的新药研发直接停摆，材料企业、半导体企业的研发环节彻底断档，这才是真正的断供恐怖。我们用的色谱仪、质谱仪清一色外国货，国产的实验室根本不敢买。这是《了王周刊》采访一位博士生时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为什么不敢买？因为一旦仪器出问题，实验数据会不稳定，结果可能不被国际认可，发不出论文，学生毕不了业，老师评不上职称，整个学术链条都会崩。所以科研人员宁愿多花几倍的钱买进口货，也绝不冒险用国产仪器，这就是现实。而更悲哀的是，中国的科研成果往往需要用这些外国仪器来验证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辛辛苦苦写出的论文，发表的每一行数据，背后都写着一句话：由美国赛默菲仪器支持。这种屈辱何其讽刺！假设某一天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真的联手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科学仪器和耗材，会怎样？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将瞬间陷入停滞。没有冷冻透射电镜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根本解析不了；没有高端质谱仪，西药研发连最基础的实验都无法开展。科研人员只能干着急，看着世界前沿成果不断诞生，而自己却像被困在原始时代。材料科学也会全面断层，高性能材料的显微结构无法观测，芯片研发被卡死，航空航天新材料的进展被迫中断。中国过去投入无数资金的产业链，瞬间失去了灵魂。更致命的是，高校科研会迅速滑落谷底。没有国际认可的设备，中国的论文不再被顶尖期刊接纳，科研声量逐渐被边缘化。留给中国的不再是科技强国的幻想，而是赤裸裸的尴尬与落后。到那时，中国会发现自己几十年的科研积累，可能真的会在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。有人说，中国这么有钱，随便砸几千亿，迟早能追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错。科学仪器不是砸钱能堆出来的，它需要的是系统性的积累。美国赛默菲、丹纳赫背后是100年的基础学科积累，几十万科研人员的持续创新，数以万计的专利壁垒，以及完善的产业链配套。而中国呢？企业小，研发靠短平快，学科弱，基础研究被忽视，体制僵，科研导向错位。即便砸钱，往往也砸进了错误的方向。比如搞国产替代的宣传，买一台进口设备回来换壳，贴上国产标签就能骗补贴，结果真正的研发反而被边缘化。这就是为什么
中国至今连一台国际认可的透射电镜都造不出来。想想看，这几年中国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什么？科技强国。可现实是，芯片被卡脖子，光刻机被卡脖子，现在连科学仪器也被卡脖子。所谓的强国梦，像是一场幻觉，被一台冷冰冰的显微镜戳得粉碎。更悲惨的是，中国的科研人员看得比谁都清楚，但他们没有选择，他们只能继续在实验室里打开那台进口的仪器，小心翼翼地做实验，然后在论文里郑重地写下本研究由 Thermo Fisher 设备支持。这就是中国科研的现实，自立自强只存在于口号里，而真正的科学命脉牢牢掌握在外国人手里。当一个国家最顶尖的实验室，除了冰箱是国产的，其他全靠进口时，这个国家所谓的科技强国，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泡影。中国高端科学仪器80%依赖进口，不仅是一组冰冷的数据，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。在世界科技竞争的赛道上，中国连起跑线都没站稳。当别人在用显微镜看未来时，中国连显微镜都造不出来。